还为了变成无恶不作的反派，每天都会去研究那些关于变坏的书籍。可时间久了，他却并没有变坏，反而是成为了连国王都青睐的天才。但他并未因此放弃成为反派的初衷。原来前世的他看不惯某个游戏中女主角的种种作为，比如女主放个屁都能让王子爱上，并且对方圣母心泛滥到令自己反胃，所以他十分讨厌且厌恶女主。可没想到的事情是，一觉睡醒的他竟然真的穿越了，更是附身在了一个7岁的贵族女孩身上。他便是游戏中的最大反派。つまり私は悪役令嬢に転生したんだわ。このチャンスを逃す手はない。今から努力して世界一の悪女、いいえ、歴史に残る悪女になってみせるわ。他很清楚接下来的时间不能浪费，既然老天给了他成为反派的机会，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变强。于是女主便将目光锁定在了他的几位哥哥身上，因为贵族们通常都会用练剑来提升实力，所以他便向几人提出了教他练剑。可没想到的是，几位哥哥却只以为女主是心血来潮，反正要不了多久就会放弃。秉着刁难他的态度，大哥让他去锻炼体力，每天100个俯卧撑以及100个仰卧起坐，坚持1周就会教他。可女主在明白几人的意思后，转头便跑到了图书馆内。她准备从学习魔法的那阶段开始，锻炼身体则是放在了晚上。在这个只有贵族才能使用魔法的世界，毫无疑问他也是个天才，更何况他出身于5大家族之一，并且5大家族还直隶于国王，所以对于魔法的研究他也能做到得心应手。更是用了半天不到的时间，他便读完了36本书。接下来就是锻炼身体，刚开始做俯卧撑对于这个7岁的身体确实难度很大，但也就仅此而已。女主用了2天便能做到1天100个，这具身体简直就是才华横溢。而父亲却不敢相信自己女儿的变化会如此之大，要知道对方平日可是好吃懒做的主才对。然而父亲却注定无法知晓真相。也就在今天，就在他准备继续提升实力的同时，却看见院子里出现了一群男人，而他很清楚这些人都是触发游戏剧情的关键人物，但其中一人才最为致命，那便是国王的亲儿子，也就是这个国家的王子。前世的他就对游戏中的王子泛起了爱意，可这一世他却准备将王子拱手相让，于是打算趁这个机会，他想给尊贵的王子留下些许的坏印象。大家在第一次见到女主时都露出了怜香惜玉的表情，然而他们却殊不知，这都是女主故意接近，就连打招呼的姿势都是她刻意去学过的。毕竟坏女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不坏的才对。可接下来才是到了她表演的时候，只见她准备好后，一把躲过了哥哥手上的利刃，然后以惊人的力量踢在了树上。随着这一脚，树上的苹果也刚好降落，并且被她以最快的速度一分为二。但她的这一举动却看呆了一旁默不作声的王子。接下来的1年时间里，他每天都在哥哥的指导下练习剑术，只是女主却忽然的发现，王子好像时不时的会出现在自家后花园上，这种感觉就很莫名其妙。不是主角的他貌似偏离了画风，明明想要成为反派，却被游戏中的男主角认可。本以为这只是个单纯的巧合罢了，可没想到第2天，他又被5大贵族同时邀请，表面上是带女主喝茶的，可实际上却暗藏阴谋。这是他进了房间后偶然发现的，只因桌子上的那张地图是那个游戏中他即将要被流放的村庄。但这个剧情都快赶上大结局了，要知道国王和5大贵族一直以来都在找2样东西，其中一样是一朵绿色的玫瑰，另一个则是沾满圣气的金色玫瑰。而根据某个传说，当掌管人类命运的孩子诞生时，其身旁就会伴随玫瑰出现。现在国王的儿子已然拥有了其中的绿色玫瑰，那么现在只要找持有金色玫瑰的那个圣母，并且让双方结合，就算让世界和平也都不再是梦。也是这时，女主却看见国王竟也来到了这里。虽说她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但她还是礼貌地向对方打了招呼。然而国王接下来的提问却让她怀疑了人生。问题则是女主如何看待我国的立场。可对于一个8岁的小孩来说，问这种政治类的问题显然不对劲。不过这在女主眼里就是游戏对她的考验。坏女人都喜欢在这种场合展现自己没错，但没想到的事情是，恐れながら、デュルキス国は大国ではありますが、決していい国とは言えませんわ。どう？絵に描いたような悪女でしょ？経済力は高いですが、富の大半は貴族に集中しており、貧富の差が深刻です。銀行のロアナ村など、明日のパンも買えない厳しい生活を強いられているとか。貴族への不満は膨れ上がる一方で、いつ暴動が起こるともわかりません。財政の強化が課題か。では、解決策も述べてみよう。そこまで求める？でも真の悪女なら、銀行を持つカルベラ国を利用するのはいかがでしょう？独立を支援するのですわ。ラバール国との対立は避けるべきでしょう。表向きの関係は保ちつつ、カルベラ国と交易。そう。恩を売るのです。独立が叶った暁には、有利な立場で貿易ができますわね。国王满意的离开了，但王子却有点不懂了。通常自己在面对父亲时都会异常紧张，可眼前的女主却没有半点紧张感。于是接下来离谱的一幕也就发生了。君にこれを。少し遅くなったが。
これは……樱花季少女向父亲提出了练剑的想法，可父亲却始终不同意。原来女孩的剑术早已超越了凡人的领域，父亲明白，如果让女孩去剑术学院，那么届时肯定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每当这时，他都会以女孩年纪尚小为由拒绝。然而任谁也不知道的是，这个女孩的体内却住着另外的灵魂。没错，她便是穿越者。于是为了瞒着父亲默默变强，她今天准备偷偷外出探险，目的则是附近的村庄洛亚奈。传闻这个村庄是最贫穷的村落，可没想到才刚接近这里，她却发现周围居然被魔法墙所覆盖。随后映入眼帘的是扑鼻而来的恶臭，以及躺在屋外的神秘男子。她没打算理会这个人，贵族的身份不能在这里暴露，却不料很快她就被人发现，而来者只是一个盲人。对方劝她最好不要拔剑，以免引起他人的注意。得知女主是为了亲眼确认这里的情况，男人将她带回自己的小屋。好在对方并没有恶意，原来他名为维尔，虽然双眼看不见，但可以凭借女孩的呼吸以及衣服的摩擦来确认对方的身份，这让女主忍不住询问对方的身世。原来维尔曾经也是贵族，可由于惹怒了地位比他高的人，就被对方挖掉了双眼，然后被扔在了这个村庄自生自灭。这被女主看在眼里，因为眼前的这个男子貌似和普通人不同，所以她便把自己想要成为恶意千金以及改变世界的梦想说了出来。两人也就在这种平淡的聊天中成为了朋友。时间一晃过去了2年，女主期间除了每天练剑以及看书之外，都会坚持和维尔大叔见面，而且今天是他年满10岁的日子，这意味着今天也是这个游戏世界中王子和女主人公见面的日子。他很期待自己能作为反派大小姐和女主人公处处作对的那个情形了。准备了多年的他，更是将恶女的言行举止都完全掌握，现在就只差实验。于是他便和哥哥一起来到了一家植物店，而老板眼见来人是大贵族，便将这里的大部分植物都讲解了一遍，比如一些植物可以治疗伤病，又有一些可以安抚内心之类的。然而当等询问女主是否喜欢植物时，このくらい常識でしょ。第二天，他找到哥哥，再次说出了自己想要练剑的想法，可没想到迎来的却是对方的严厉指责，理由则是女主年龄尚小。事后哥哥和父亲诉苦，他的确不该对妹妹大声吼叫，只是这一幕却被路过的女主恰好听见了。然后他便走进了房内，并同时质问他们不让自己练剑的理由。眼见氛围这么紧张，父亲只好答应他，只要年满15岁就同意让他练剑。只因女主还没意识到，她的剑术早就超过了儿童领域，如果让她参加剑术测试，必定会成为王国焦点，不管是好是坏。然而当年女主与国王的对话，5大世家全都在场，他们隐藏不了太久。即便如此，父亲也只是想给她一个简单的童年。此时女主却在抱怨，为了成为最棒的恶女，她是一点时间都不能浪费。无奈之下，只能去找威尔求助。因此今天她第一次白天来到村子，却发现了村子的真面目。这里没有秩序，充满了暴力。一个小孩正在被一群恶棍欺负，女主想要上前制止，却遭到了威尔的阻拦。事后他们才将被霸凌的孩子带回家中，但以当前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在这里这种事他见过太多，由于没有药物，生病受伤只能等死，因此他将孩子聚集在一起，教他们认字和算术。只有这个男孩是个孤儿，但他的聪慧连威尔都自叹不如。但凡能获得良好的教育，必定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只可惜在这里诞生的孩子，一出生就会被贴上罪犯的标签。此刻女主才意识到自己如今的环境是多么优渥，即便如此，她还是被大人保护着。虽然不想保护他人，这不是一个恶女该做的事情，但游戏女主角一定会伸出援手。她自我攻略不能做女主角能做的事，也是一种耻辱。于是女主找到保罗想要退烧的草药，这才帮助男孩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可她依旧认为自己很没用，为了成为最强恶女，她一直在努力，但真有事发生却什么都做不了。因此从现在开始，她要用10倍的努力，让自己成为能名垂青史的第一恶女。为此她必须掌握魔法才行。却不料今天女主意外发现，图书馆里竟然多了一片之前没有看到的区域，书架上摆满了她心心念念的魔法书。1级魔法只要有魔力谁都能使用，50级以上就需要大贵族级别的魔力，而记载的最高等级是100级。但游戏中王子和女主角都会100级以上的魔法。很快女主靠自学学会了5级魔法，却因为睡眠不足导致脑袋很疼。此时国王又恰好驾临要跟她聊聊，女主兴奋的一批，只当作是她恶女的试炼。国王开门见山，他喜不喜欢这个国家？女主不明白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见女主不理解，国王改变问法，他觉得这个国家的运行模式怎么样？女主坦言讨厌贵族优待的制度，毕竟说是贵族，但其中有多少无能者却身居高位。虽然他不是针对所有人，但成为贵族的条件是拥有魔力。可擅长魔法的人不见得擅长政治，反而平民不管多优秀，却因为身无魔力就连翻身的机会都得不到。因此当前的制度不知道浪费了多少人才。一想到这个他就头痛不已。然而王子却看出他是真的头痛。可国王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他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然而女主无所谓被剥夺大贵族的地位，她自知只是运气好出生在这个家，但明知自己无能，却为了保住地位打压优秀人才就是作恶。谈话结束，女主刚一离开就差点晕倒，王子及时出现将她抱在怀里。随后见女主连吃药的力气都没有，王子是真牛逼，直接嘴对嘴喂药就离谱。这个男人怎么也没想到，他们魔法学院研究2年半的课题，此刻竟被一个10岁的小女孩给轻松破解了。不仅如此，他们练习2年半才能学会的6阶魔法，这个小女孩轻轻一招手竟也能随便施展，这可把众人震惊坏了。要知道别人都是15岁才能学习魔法，10岁就能学习魔法，简直史无前例。原来那天女主被王子喂下口服药后，第2天她便生龙活虎。好奇之下，她也想见识一下魔法学院收藏的魔法书，于是便偷偷溜进了魔法学院。可由于学校太大，她很快就迷了路。正在她思考要不要绑个人问问路时，身后就突然冒出了一个人。定睛一看，这人竟是
就是游戏里的女主。本来他是有些讨厌游戏女主的，可这游戏女主实在太善良，非要帮他领路，他也只好先跟上去，然后趁游戏女主一个不注意闪身走人。为了避免被人发现，他先是等到学生们都开始上课，然后偷偷溜进他心心念念的图书馆。可虽说这里的书都很吸引人，但随后他便看到一旁黑板上挂着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于是不知不觉间他便在黑板上写下了答案。很快这边就围满了学生，等他反应过来，为时已晚。好家伙，自家哥哥怎么站在自己身后？就这样，女主被赶回了家。不过她也没闲着，而是开始练习新的魔法。如今她的等级已经到了25级，所以她准备尝试更高级的魔法。突然外面哥哥敲门，表示一大堆人都来拜访女主了。不料刚出门就看到了游戏女主这个大善良，女主可真是服了。她其实不想跟游戏女主有太多交集，跟这么善良的人在一起只会影响自己的道心。可奈何这游戏女主实在是太温柔，她的道心一阵动摇，而且不知不觉间就被她带到了聚会上。心想必须做点什么来稳固自己的道心，她立刻生出了一个坏念头，问爱丽丝是不是很擅长魔法。只要爱丽丝回答了自己的话，那她就立刻提议给她办一个魔法表演会。心想爱丽丝是平民出身，平时肯定很自卑，这样让她在众人面前表演，一定会让对方难堪。可不料计划是这么计划的，那边爱丽丝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旁边的众人也纷纷夸赞，毕竟爱丽丝可是未来皇后，来几场这样的个人秀能增加很多威望，这可把女主整不会了。可她不会归不会，那边爱丽丝竟还邀请女主跟她一起表演，还一脸温柔的鼓励自己。女主恼羞成怒，直接打断爱丽丝，表示自己才不要跟爱丽丝一起。这下气氛终于沉闷下去，爱丽丝也终于露出了伤心的表情。可不等女主开心个半秒钟，那边爱丽丝竟又开始如沐春风，甜美可人了。她可真是服了。就这样，女主连续被爱丽丝缠着好几个小时，爱丽丝一直在她耳边温柔的问东问西。尽管女主每次回答时都尽量想让爱丽丝讨厌自己，可终究是徒劳无功。她逐渐从开始的心态爆炸，到后来的双目无神，最终实在太烦，她便随手一招桌上的花瓶，故意从爱丽丝眼前划过。然而她是这么秀的，那边众人也是这么震惊的，哥哥更是不敢置信。前2天女主才用剑技击败自己，女主直到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好像暴露了魔法，可她怎么也没想到暴露魔法竟会这么严重。她从众人眼中看到更多的是严肃和紧张，这甚至让她有些不知所措。于是在众人离开后，她连夜赶来贫民窟问威尔，10岁的人展露魔法到底有什么后果。威尔告诉她，之前也有个人跟她一样嚣张，13岁就学会了魔法，17岁就把魔法练到了80级，可随后那个人就魔力失控了。女主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但威尔告诉女主，只要以后按等级释放魔法就基本不会出问题。此时之前救下的小男孩也醒了，女主直接就上去介绍自己是个坏女人，虽然我救了你，但完全是为了利用你，我要成为最强的坏女人。男孩也立刻明白是女主救了自己，赶忙上前道谢。虽说女主是个贵族，但给他的感觉很特别。而另一边，王宫已经在连夜开启紧急会议了，女主的事已经被国王得知，国王意识到女主很可能就是第3朵玫瑰的主人，那个传说中能影响国运的天生圣女。毕竟之前女主8岁就能提出让她耳目一新的思想见解，更难能可贵的是女主竟打破年龄的壁垒，自学了魔法。不过她也很怕女主的魔力会失控，所以便安排人去专门教女主魔法。就这样，女主的魔法练习日常开始了。当然晚上她还是经常跑去贫民窟，顺便也教给小男孩一些魔法知识。很快3年过去，国王再次召见她，问女主现在多少级了。女主表示区80级不足挂齿，这实在超乎她的想象。另外她还要拜托女主一件事，那就是教导爱丽丝学习魔法。个反派千金当众怼的灰姑娘哑口无言，可身为男主的王子却在一旁叹息，默默看着小千金连同将女主周围的舔狗一起臭骂。就算是灰姑娘向他投来求助的眼神，王子依然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只因灰姑娘仗着出场自带的万千宠爱，向国家提出无脑解放穷苦的罪人村庄，以彰显她慈悲为怀的圣女形象，丝毫不顾及将所有罪人赦免带来的弊端。为此，国王亲自接见并请求反派小千金拜托她进入魔法学院，成为灰姑娘的魔刀士，也不能让老天选定的圣女太过肆意妄为。立志成为伟大恶女的少女见状也是欣然答应，不顾家人劝阻，执意接下这份委迫。毕竟她不断积蓄力量，就是为了反抗那朵白莲花。入学后的少女也是等待此刻多时，见着因为自己贵族身份前来倒贴的同学，没有半点分寸感，直接抚摸自己的秀发，一个甩手就将他们的脏手打掉。这群绿茶同学眼见对方如此不识抬举，耍心机向一起过来招呼少女的灰姑娘抱怨。本想着在大女主的光辉下少女会低头认错，殊不知反派小千金的目标正是他们心中的圣女，一个甩手就打断白莲花的和事佬行为，留下一个不屑与他们为伍的背影。心想作为反派绝不向女主低头，见着自己完美执行国王的任务，还想着跟小弟炫耀一下，殊不知自己突然就进入了传送魔法，等着他的居然是白莲花的官配男主。王子上来就将少女壁咚开始质问，为何要接下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委托。原来身为王子的他早已洞察国王的想法，小千金也是仗着有陛下撑腰，强言自己本来就喜欢胡作非为，却没想到自己随身佩戴他送的吊坠会让对方就此放过自己。男主心中的埋怨瞬间被强烈的爱意冲刷，自己看中的女人当然也只能宠着了。情窦初开的少女可经不起糖衣炮弹，赶紧撤离战场，让心思回到正事上。贵族间的茶话会便是下一个目标。小千金上来就拿着女主上交的论文报告，提议自己想跟对方探讨一下有关罪人村中的处置。对方还以为这是与小千金和好的契机，便欣然答应，说着自己也只是希望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
眼见白莲花这么轻易就上了套，少女便指出对方想无脑解放罪人的想法，简直就是狗掀门帘，全凭一张嘴。这一操作可算是激起一旁舔狗的众怒，不过并不影响少女继续质问对方，解放罪人的后续措施想过没？罪人们放出来后可不会自行化解曾经的怨恨，强行解放他们不过是破坏已有的治安，这后续的处理方式在论文上可一点都没写。无力反驳的灰姑娘还想寻求王子的援助，殊不知对方早就将自己高高挂起。男主不作声，可一旁的舔狗们却忍不了，刚想为灰姑娘打抱不平，就惨遭小千金的一顿臭骂。就是有他们这种脑残粉在，堂堂国家圣女才会成为没有脑子的花瓶。白莲花听闻还想为迷弟们挽回颜面，解释大家支持自己的平等世界也没什么错，殊不知她自己就是平等世界里的悖论，天生的满级魔法天赋和圣女的身份，就是这个世界最不平等的存在。在此小千金也是告诫圣女，一味的追求绝对平等，不过是以平等的名义束缚底层人民向上爬的决心。说完并扬言这次探讨真是浪费时间，再次给众人留下一句傲慢的背影。全场也只剩下知晓真相的王子在一旁暗爽。不过女主身旁的小舔狗却将此事记下，殊不知在他们每天享受贵族下午茶的时光里，小千金却不断进入罪人村庄考察，最近更是凭借80级的暗魔法救下一名少女，将她培养为整个村庄里的群众代表。通过他不断收集罪人们的真实想法，得知他们只不过是想要得到机会逆转罪人的身份。这一次答应国王的委托也是为了换取一个机会，将罪人小老弟从村庄中解放出来，选择他成为自己在学院里的书童，用他的存在来向世人证明，身为罪人的他们也有能力逆转那苦难的人生。反派千金特意当众为难灰姑娘女主，引得女主周围的小迷弟对她充满敌意。殊不知小千金是奉国王的命令成为圣女的磨刀石，帮助灰姑娘脱离被脑残粉无脑拥护的现状，同时也是国王对小千金设下的考验。在众人对灰姑娘的成长感到惊喜之时，只有得知内情的国王和王子男主与之不同，注意力全在与女主作对的小千金身上。灰姑娘越优秀，反而证明小千金的能力越出色，因此看似灰姑娘有着不少贵族子弟的支持，实则国家的话事人正在向小千金倾斜。为了验收小千金作为磨刀石的成语，国王还特意安排原著中不曾出现的剧情，让小千金一起参加检验灰姑娘的茶话会。会议开始前，作为灰姑娘迷弟的哥哥们就提前向小千金打好预防针，不允许她当众为难作为圣女的灰姑娘。在现场等候的贵族们对小千金更是恶意相向，就因为前不久她刚在众人面前打脸他们的圣母，让这群小迷弟们对小千金十分警戒。殊不知被他们捧在手心里的灰姑娘，因为有着他们长期的无脑文，根本接不住国王今天设置的考题。国王上来就道出邻国已经破产的实证，询问在场的贵族子弟们有何见解。灰姑娘还想着怂恿两国促成联盟，一起度过财政危机。然而这个议题的策略早在3年前，小千金偷偷潜入学院便写下了方案，并且得到了国王的认可。作为正在鼎盛期的本国，应该早早将其吞并，但这种征服行为却被灰姑娘无脑反对，完全不顾及这块土地就算自己不去收割，到时候沦落为他国的土地反而对自家边境造成压力。这一点连灰姑娘的小迷弟们都不知如何反驳，只能听着灰姑娘在一旁的反对声越来越小。小千金对此也是看不下去，直言作为圣女也该动动自己那空荡荡的脑子，就算想做个老好人也该学会从根源上思考问题，提出达成联盟不如增加与邻国之间的贸易。经过小千金的提醒，灰姑娘终于想起邻国的特产农作物，经过加工立马能为本国提供更多的食物来源，也能为他们减轻财政上的压力。这一方案看似由灰姑娘收尾提出，引得小迷弟们对她一个劲的夸赞，实则纵观全场的国王早已将两人的水平分了个高下，对不管站在何等角度都能游刃有余的小千金感到满。待漫长的会议结束后，小千金只想快点逃离当时的氛围。一群小迷弟只知道围着灰姑娘转，却没想到自己走得太急，竟在王宫中迷目，来到了存放国王右氏画像的走廊。此时男主却突然出现在他身后，向小千金讲述自己的皮肤遗传自母亲，所以才和画像中的父亲有着些许差别。此刻本应该围绕着灰姑娘转的男主，却时刻跟在这个反派小千金的身旁，介绍完后还要亲自送她走出王宫。出口はこっちだ。这一操作让他这个恶女都开始怀疑对方的男主身份。然而与原著产生差异的还有自己的三哥，他与两个成为灰姑娘迷弟的哥哥不同，在会议前就力挺自家妹妹，谈判桌上更是坐在大哥与二哥的对立面，事后直言灰姑娘犹如洗脑一般吸引着众人。然而他却在第一次的茶话会中被自家妹妹骂醒，这种说法也让小千金对此开始起疑，猜测这个世界是否真有这种专属于女主的魔法。大变样的三哥更是关心起小千金身旁的罪人后代，嘱咐他千万不要在众人面前因为自己的身份而暴露出对贵族们的胆怯，希望他能成为自家妹妹的一大助力。此事过后，男主与三哥的异样不断诱导小千金继续探索真相，可还没来得及验证自己的想法，自己和小弟却在上学途中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劫走。反派千金凭借自己的力量打败绑架他的恶徒，灰姑娘女主却在此时出手用魔法将她定身，一口一个说着不能眼睁睁看着朋友成为杀人犯，不听他人的劝解，认定小千金才是那个施暴者。这一操作反而让恶棍借机将利刃刺向小千金，若不是王子男主及时救场，怕早已无法挽回。
事后还怂恿到场的哥哥一起对小千金说教，指责对方作为贵族不应该以暴制暴。殊不知这种行为彻底惹怒护妻心切的男主，作为皇族特有的寒冰魔法瞬间爆发，将一切的矛头指向在这里说闲话的灰姑娘。只因这些暴徒都是受女主的脑残粉所迫，要把跟灰姑娘对着干的小千金彻底铲除，甚至还动用了被列为禁品的魔法封印器，只为确保对方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不过他们还是小瞧了眼前这个反派小千金，穿越多年以来对方精通的可不只有魔法，手持双刃的小千金瞬间解锁格斗技能，还特意用刀背将恶童们一击放老，留下活口好盘问出对方的幕后主使。眼见情况不妙的恶徒只想逃跑，殊不知自己惹到的可不是什么圣母女主。小千金举起利刃就要用刀背给对方一点教训，可灰姑娘女主却在此时出手打断，先入为主的白莲花行为差点要了小千金的性命。此时的男主本就已经对受难的小千金大头疼惜，绿茶女主还要对前来慰问的大哥一顿洗脑，一味向众人描绘着小千金正要对他人施暴的画面。作为脑残粉的大哥更是被轻易挑锅，甚至指责妹妹就算是被人加害也不该举起屠刀。两人一唱一和，丝毫不在乎自己的妹妹差点被害。白莲花女主更是认为小千金最后能安然无恙，都是因为自己出手阻止，并且等到伙伴们的到来，才能将这场纷争以不流血的方式平息。却没想到这番话早已触碰到男主的面。我去年买了的表，少在这里自以为是，如果不是女主奋起反抗，那个孩子早就没命了，而他却只会在那里逼逼赖赖，他这种狗懒子怎么敢自称圣女？若不是有其他贵族在场阻止，灰姑娘的圣女身份怕不是已经被王子当场罢了。小千金为了说两句还不小心吐出了被打坏的牙齿，被绑架了一次还真是受苦受难，但坚持要向白莲花和在场的所有人表态，自己绝不是等着他人来拯救的小公主，就算是再来一次自己还是会选择举起武器反抗。不等对方回应，男主便抱着小千金就要离开，当场拒绝白莲花想一同前往照顾的请求。或许作为女主的灰姑娘也该反应过来，自己不再是这个故事里唯一的主人公。此事过后，跳过某些尴尬到抠出3室一厅的画面，小弟希望将小千金掉下的牙齿留作纪念，激励自己再也不要成为他的拖油瓶。不过本该由小千金亲自找出来的幕后主使，却已经被男主揪出来提前处决，连带着对方的家族一起遭到皇室的处罚，让本想大干一场的小千金老实本分的养伤。但真正让人头疼的却不是幕后黑手，而是在中途出来横插一手的灰姑娘圣女。毕竟按照传说，圣女终将与王子结合，为国家带来繁荣，但经过此事，王子男主可彻底不装了，决定要将自己的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敢做敢当的态度也是收获一旁小迷弟的认可。经历这些的小千金更加坚信，只有提升自己的力量才能不惧未来的挑战。可在游戏设定中，作为贵族的自己，魔法的天赋上限也才80级，如今才13岁的他可不甘心就此停滞不前，碰上贵族父亲越发担心小千金的安危，实在不忍心自己的女儿与一博圣女作对，为了让这个要强的孩子彻底死心，甚至提出若非到达魔法90级，坚决不让小千金重返学院。这一刁难更加激起作为反派的决心，不就是在原著设定中给自己这个角色设置的上限，这一次就要打破这个桎梏给所有人看。